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10种最佳降糖蔬菜能帮你控糖，在安排到食谱里。据统计，我国患糖尿病的人数达到了 1.3 亿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糖尿病患者逐渐的增加。糖尿病是属于常见的病和多发病，糖分和脂肪等代谢的异常，持续性的高血糖以及代谢紊乱会对心脑血管以及眼睛和神经都带来不可逆的损伤。大部分患者由于并发症而死亡。患上糖尿病后也不要慌，除了要好好吃药外，就是要在饮食上下点功夫，不妨多吃以下这10种蔬菜来促进代谢，稳定血糖。蔬菜可是降糖的好帮手。我们都知道，大米白面中的淀粉消化后会变成糖，主食消化吸收的越好，血糖中的糖就在短时间内产生的越多。如果身体内没有足够的胰岛素去处理，那么血糖自然就高了。如果让食物中的糖消化吸收的足够慢，那么餐后高血糖的事就解决了。蔬菜能够帮助降低血糖，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让食物变得不那么的好消化，还有个好处就是它们含有天然的降糖植物化合物。这10样蔬菜牢记在心，让它们经常光顾你的餐桌。白萝卜。白萝卜有小人参的美誉，是生活中最不起眼而且廉价的蔬菜。不仅仅具有利尿的功效，白萝卜中含有特殊的硫代葡萄糖苷，能够起到抗氧化的效果，帮助降低胆固醇和血糖。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也可以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帮助对抗致病菌。白萝卜含有具有降低血糖功效的甲硫素、莱福带等的成分，有像豆酸、阿魏酸等的有机酸，这些物质是萝卜发挥食疗养生与保健作用的关键。萝卜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吃后能够产生饱腹感，还能够促进胃肠道的游动，能够帮助延缓餐后血糖上升，还有助于排便。苦瓜。有研究显示，苦瓜汁和苦瓜的种子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有显著的降糖作用，因为苦瓜可以对促进部分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具有一定的功效，并且可以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壁的吸收。苦瓜中有类似胰岛素的物质，是降血糖的首选。另外，苦瓜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有减肥的功效。3. 菜花。菜花是糖友健康蔬菜之一，除了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瑞典的学者发现，花椰菜中含有萝卜硫素的物质，能够抑制肝脏的葡萄糖的输出，还有很多对糖尿病有改善作用的矿物质元素，有助于维持体内的酸，改善血糖调节能力。有的矿物质铬能够有效的调节血糖，改善糖耐量。萝卜硫素不溶解于水，所以清炒要比凉拌更有利于吸收。4. 西红柿。西红柿的含糖量极低，可以忽略不计。糖尿病患者无论是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都可以吃西红柿，甚至可以当水果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能够有效的改善和缓解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症状。其中的番茄红素对于糖尿病产生的自由基有很强的清除作用，有效保护血管和各器官。5. 芹菜。传统中医认为，芹菜具有清热利水解毒的功效。现代医学表明，芹菜中的膳食纤维是所有蔬菜中的佼佼者，减缓消化道对糖的消化吸收。用糖尿病杂志刊登的文章提到，芹菜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很多相关的研究表明，芹菜里还含有叫芹菜素的有益成分，有助于改善微循环，促进糖在体内的利用。芹菜常见又价廉，功效不可小觑，的确是糖友们很好的食物选择。6. 秋葵。血糖高的人常吃秋葵，对血糖的稳定有帮助，有益养生。秋葵具有较低的能够长时间的维持我们身体的饱腹感，有助于帮助我们身体控制血糖，对于防止饭后血糖波动较大很有帮助。7. 石花菜。石花菜含有较多的营养物质，就是维生素、钾、铁、磷等的矿物质，对糖尿病患者有许多的好处。首先，石花菜有保护胰岛 B 细胞的作用，可以减缓胰岛素分泌降低的速度，
从而起到调节血糖的作用。其次，石花菜中的多糖可以增强免疫力，降低糖尿病患者感染的风险。石花菜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可以消除身体内部的湿热，减轻糖尿病患者的症状，对于血糖的稳定作用十分明显。8. 黄瓜是很好的蔬菜，糖尿病患者在正餐吃黄瓜，不仅可以增加饱腹感，有效地控制主食摄入，还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波动幅度。当糖尿病患者出现2餐之间的饥饿感时，如排除了低血糖，也可以把黄瓜作为零食来食用，不仅对血糖的影响较小，还能够明显改善饥饿的症状。9. 海带是药食兼用的海藻类的蔬菜，有长寿菜之美誉，入肝胃肾三经，具有消痰软坚利水之功效。海带中的多糖物质能够起到调节作用，血糖高的人吃了海带后，可以延缓胃排空，控制血糖。即使身体胰岛处于分泌不足的状态下，通过吃海带也能够起到调节血糖的作用。海带可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因为的不饱和脂肪以及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通过吃海带清除血管中的杂质，对于血栓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芦笋能量低，但营养价值很高，膳食纤维丰富。除此之外，芦笋叶酸含量是所有蔬菜中的佼佼者。很多糖尿病患者同时伴有心脑血管的疾病的问题，叶酸正是血管健康的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研究表明，叶酸是身体中同型半胱氨酸代谢的重要物质。如果体内缺乏叶酸，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就会在体内堆积，损害血管内皮细胞，激活血小板的粘附和聚集。所以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选择叶酸含量高的食物。3个降糖诀窍要记好。1. 饮食。糖尿病患者首先应该严格的控制饮食，应该控制每天进食的总热量，这样就能够维持病人的营养需求，而且能够把体重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可以起到稳定血糖的作用。一般的情况下，老年糖尿病人每天的总热量应该在1500千卡，如果是肥胖型的糖尿病人，那么就应该减少到1200千卡。此外，要多食蔬菜，糖尿病人在平时应该多吃绿色的蔬菜和低糖水果。一般的绿色蔬菜都有很好的降血压和降血脂以及降血糖的作用，所以糖尿病人在平时可以常吃以上的10种蔬菜。此外，吃鱼也能够降血糖，糖尿病人应该减少肉类食物的进食量，在平时不要经常吃猪牛羊肉，应该常吃鱼肉。2. 运动。糖尿病人应该坚持每天在餐后1小时左右进行散步，只要在平时持之以恒，就能够让血糖保持在正常的水平。餐后步行可以将葡萄糖迅速的进入肌肉和其他的组织，就能够加速糖的利用过程和氧化，那么就可以让高血糖降下来。一般情况下，2型糖尿病人在平时只要坚持体育锻炼，都能够很好的控制血糖，有的人甚至可以完全的脱离药物治疗。每天应该坚持半个小时的运动，坚持步行或者是瑜伽以及太极拳和骑自行车等的有氧运动，就能够有效的改善胰岛素抵抗，而且能够减轻体重，这些都是降血糖的重要手段。3. 情绪。不管是什么疾病，最怕的就是病人心理包袱过重，在平时太过的悲观消极，这些不良的负面情绪只会加重病情。所以糖尿病人在平时一定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应该放下心理包袱，积极的与疾病做斗争。饮食控制是降低血糖的5驾马车之首，由此可见，饮食控制对糖尿病降血糖是很有作用的。养成良好的饮食规律，避免出现餐后高血糖的情况。另外，平时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尽量的早睡早起，这样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让身体更加的健康。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